形势更新与 Cobra 的日本会议。光明势力在清理以太层的过程当中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很快就会有这方面的好消息传来。次量子异常的清理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进展。物质层面芯片的问题要大得多，至少目前是这样。它们是奇美拉控制地表人口的主要监视工具。大脑额叶的生物芯片附着在双眼的视神经上，通过人工突触连接至大脑的听觉皮层。这些突触把你看到的还有听到的任何事物都持续的以视频和音频媒体流的形式发送到奇美拉团体的大型计算机。那台计算机不断地监视着地表人口的活动。那些生物芯片会监测到光明势力在地表世界进行的物质层面的干预。被联系的个体首先感觉到很开心，但是它持续增加的频率，连同来自生物芯片的视频、音频媒体流，会给位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矿坑的奇美拉大型主机发送警报信号。警报信号会让黑暗势力立刻采取直接的回应行动，来降低被接触者的振动频率，或者是通过定向能量电浆武器来诱发心脏病，或者是谋划一场车祸，或是带走被接触个体的所爱之人，或是其他类似的手段。这就是光明势力不会直接接触地表个体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就是不对等的报复手段。如果一位光之工作者被接触，黑暗势力就会做出威胁，要伤害或者杀死成千上万的人。如果建立了非物质层面的连接，或者是某个特定的个体把自己的振动频率提升过高，身体当中的生物芯片也会检测到这一点，会自动的通过肚脐上方的芯片触发电击，从而降低该个体的振动频率。肚脐上方的生物芯片可以根据当时的状况产生20至130伏特的电击。与此同时，大脑额叶中的2块生物芯片也会产生强大的磁场，从而产生困倦、大脑迷雾和意识模糊的状况。因此，身体的生物芯片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控制地表人口的奴役控制机制。除此之外，生物芯片会合成转变思维的化学物质，从而产生疲倦感和恐惧感。疲倦感由大脑额叶的生物芯片产生，而恐惧感是由肚脐上方的生物芯片触发。不仅如此，大脑额叶的生物芯片也会监控大脑的活动，会通过超声波与其他生物芯片和美国国防高等计划研究局的电脑主机进行交流。肚脐上方的生物芯片会通过次声波不断压制振动频率，而物质层面有进一步的通过由手机信号塔、手机以及无线网络构建的标量网格进行监视和控制。另一层的控制则是遍布全球的电离层加热器。还有一层控制，就是太空部队的监控网络，隶属于前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它会监测并且移除所有正面外星种族进入地球隔离区的尝试。光明势力向我解释了所有这一切如何与事件发生的时间动态曲线联系在一起。图中的第一条曲线用数字1做了标记，代表的是地表社会的熵值。该熵值随着时间增加，因为物质层面的隔离区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没有与任何外来的正面外星种族进行的接触。第二条曲线用数字2做了标记，代表了事件的熵值。该熵值随着时间减少，随着越来越接近事件，黑暗势力在事件发生时可以触发的报复机制就越来越少。
比如顶垮克炸弹。两条曲线在图中用圆圈标记的特定时间点相交，在那一刻，地表社会的熵值超过了事件的熵值，那一刻也就是事件被触发的时刻。我们当前所处的时间在图中用叉号标记了出来。如果过早的触发事件，光明视力进行的模型预测表示，世界上会有很多地方的电网和食物供应链会局部的崩溃，而且只能在1到2周的时间内才能得到解决。此外，光明视力也无法完全封锁黑暗势力为了维系掌控拼死一搏所释放出的所有生化武器，这会带来很多人的死亡和难以言喻的苦难，玷污了很多人在事件发生时的体验。正如我博客上一则评论所说，从一位老兵的观点来看，即便是发动全面的进攻，让地表摆脱掌控，最困难的问题还是在于如何守住阵地。他们会发动定向能量武器、生化武器的攻击，并集结成群结队的武装士兵。他们还会试图控制水、电、天然气等来控制我们，不会有一个快速的结局的。我建议大家研究一下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的影响，从而了解我们面对的是什么状况。看起来结局虽然圆满，但是整个过程异常的艰难，很多人因此丧命。尽管如此，软揭露正在进入主流媒体的视野当中，独立媒体也报道了在极易发生的期间要对地表大众进行疏离的真实可靠的指引。与此同时，主流科学也开始了解到宇宙循环周期。他们甚至意识到了我们正处于当前宇宙循环周期的终结。他们也对量子波动有了简单的解读。声光门户开启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从平衡和积极的视角来认识集体冥想。终于，女神能量开始返回地表世界，玫瑰姐妹会再次活跃了起来。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建设物质层面的女神圣殿。如果你建成了一所这样的圣殿，你可以在以下的网站公开它的信息。你也可以在这本优美的书中找到启发，或者是阅读过去 Cobra 的访谈。懂得法语的人也可以在以下这个网站找到灵感。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到每个月扬声大师和星际之光的满月疗愈当中，或者是通过这个冥想来优化个人时间线。你也可以使用先进的 ATVOR 灵性科技来加强与我是临在的连接。非常欢迎大家参与我们在日本最强大的龙族漩涡所在地京都举办的养生会议，时间是7月8日到9日。光的胜利。